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6号。昨天晚上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大超预期，市场解读利空的也有，利多的也有。到底要怎么来解读？简单来讲，它就是一个大利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比特币在 21K 下方，希望朋友们去抄底的时候，整个市场是笼罩在悲观的情绪，很多人是在看空比特币，看空美股，美国经济在衰退。我当时是怎么讲的？它又不是经济危机，你要指望它往下崩。7月初的时候 ，A 股在高位。华尔街那一些财团，他不会让美股下去的，他要 PK 中国的股市。那行情走到今天的话，这1个月多以来，在币圈是不是做多赚钱相对比较少？我们在底部买的筹码继续给我做价，包括这段时间看我的视频，朋友也是讲，前面以太坊给的1590，现在又是在做价了，在吃肉了。ETC 的话，这一次只打到32块钱，朋友也是讲又在吃肉了，包括油恩癌8块钱。现在 ETC 已经来到接近37、38，油恩癌都已经9块钱了。那今天也要聊一下比特币 22.8K 这个位置还有没有买点，或者是这个位置会不会是一个追加的买点。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， 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，也可以用我们的邀请链接注册，向币安 OK 返用永久 20%。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盘面，昨天有讲到一个观点，波段的强势品种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，低点在抬高，高点也在抬高，那强势的品种要怎么买？买在回撤的弱势时，回撤的左侧位置，这种位置你如果不会买，昨天的那一个程序30分钟是给在 22.5K， 现在有做对全部给我抱住啊。那这个位置有没有右侧的买点？昨天在视频结尾有讲到，一般回撤的位置如果第一根出中长 K， 特别是下方爆量的时候，这是一个追价的位置，或者是压回的点位，这种都是买入点，这是一个波段。那有没有可能这次压回就是这样子上去？如果再上去，下一步过了这个高点可不能追哦，因为可能会有指标的背离。反正我的观点是，我们尽量还是一样，底部买的筹码继续爆。这2天如果有短线做对的话，你是期货要平掉一半也可以，因为 22.5K 我是有买了嘛，还没有平哦。你要平的话平一半，或者是留一半继续给我报，做对的话尽量报，因为目标不一定看 26K。 前面有跟大家聊过一个视频，会不会 29K 才有压力，或者是 30K 上去的话可能不一定啊，会不会去37啊，都不一定啊。短线就这样子吧，短线我们尽量看一下4个小时。4个小时昨天不是有讲到，你如果要做第一根转折 K 线追价，现在是量已经出来，你追价就要去观察4个小时或1个小时，这不是出量，这就是出量啊，量出的很明显啊，比这下方的量出的非常的明显，要追都可以追啊。虽然是有回撤，回撤就是市场可能是在担心那个非农就业数据那么好的情况下，还有人说是看空，是利空，利空也可以解读啊，就是经济在向好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增加美联储加息的预期。但是不要忘了，它加息目的只是为了控通胀，不是因为经济向好它才会去加息。所以昨天就跟大家讲，不排除非农就业数据还是会超预期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25万，预测是在25万，现值的话是在接近53万。那这个说明什么问题？很多人不是在担心经济在衰退吗？那现在出了这么好的一个漂亮的数据，可能说明是经济并没有衰退。包括那一个失业率不是也降到 3.5， 经济这么强劲，就是数值这么强劲，说明经济体下的那些企业对整个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很强盛啊，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增长的这么厉害？所以我的观点是简单一点嘛，就解读为利多嘛。因为在低点的时候不是在担心美国经济在衰退，我跟大家讲不是经济危机，那现在上来的话已经有这么漂亮的数据，经济只要没有衰退，经济体下的那些企业要发展，业绩会上来，美股的话反正就继续往上看嘛。当然最近看美股涨多的话会不会先调整，然后比特币我们尽量看有没有压回这个点位啊。包括前面在底部的时候，月线的比特币你放空不要放空在这种 ABC 的低点转折位，而且它这个是在 WR 指标全部都是在100上方的时候，我估计第2个月有可能就是会有上涨，反正就这样子吧。我们看一下日线，日线昨天是有讲到，还有8天左右啊，今天已经把这一根去掉，
明天1天、2天、3天、4天、5天、6天、7天，现在只剩7天了。7天的话，这一个均线图现在就差这一条要拐弯。既然散户的生命线在交叉，主力的生命线这条红色的跟这个绿色的在交叉，压回我们尽量站在买方。如果还有资金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看一下历史上的去年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它这边开始交叉嘛，这两条线红色跟绿色的交叉就是这样子打。那历史上呢？历史上的底部这边不也是一样，红色跟绿色交叉，后面就是这样子。反正我们尽量也以多来对待吧，包括经济数据现在也是偏向好的一面，尽量以多来对待吧。至于以太坊，我们也可以再观察一下，刚刚给了一个点位1640，这根一板4个小时，这根一板大致也是在这一个60 MA 突破的位置，这个位置看还有没有压回的买点。就是短线不要追啊，因为我判断以太坊的整理时间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其实它这一次也是类似一个通道啊。比特币不是也讲了一段时间啊，它这个位置就类似一个通道一直在上升啊。我们在通道的低点位置嘛，然后通道的高点位置，这个是通道的高点位置连起来了，这个是通道。如果下一步再过高，刚刚讲的就是不能追的位置，万一来到通道的上沿，我们到时就不要再去追哦。反正这其实也是很接近通道的下边缘位置，就这2天的一个买点，尽量做对给我拿住。那以太坊的一个通道也是一样，如果下一步有再上去，其实还是一样，这片都是压力区啊，它时间不一定到位。从整个日线来观察，我估计这整个区间都还是在整理啊，就这整个片区。至于它要整理成什么形态，有可能会反反复复，尽量压回来找买点啊。那还有一点就是，下周的一个事件，10号的时候我们要去留意一下这个 CPI。因为我在上个月的时候有预测，有可能 CPI 在这1-2个月看会不会有转折，但是上个月7月13号的时候 CPI 是一度爆表到 9.1， 然后10号的时候我们要去留意一下，有可能 CPI 真的会在这一次会有转折，当然也是只是在预测，包括马斯克也是在发表一些观点，他是讲他怀疑美国可能已经熬过通胀的峰值，我认为通胀将迅猛的下滑。那我们从一些大宗商品里面的走势来观察，最重要的一个指数，原油的一个价格，它就是在走 N 型啊，所以我们尽量下周去观察一下比特币会不会迎来这么大的一个利好。如果美国的通胀真的在 9.1 的高位出现一个转折掉头向下预期，估计反正还是会加息，加到11月份美国那边选举结束以后，看明年会不会有降息的预期啊。现在整个市场在走的一个反应就是它在反映一个降息的预期，你等到真的看到降息的时候，有可能价格都来到高位，整个市场就炒作就是炒预期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